家觉得我很强很严肃，其实我很可爱的，不是讲你哦。你看我这样讲一下，讲哭你。你想起什么，亲爱的？我听你们的分享，我很感动。轩婷，到你了。 Yes， 我想要问汉伟大哥，啊，来，在这行教你最多、给你最好的意见的人是谁？陈汉伟，是我自己。哦。因为这30多年走来不容易，我经历的所有的起起落落，怎么样跌倒，怎么样爬起来，都是我自己教我自己怎么站起来。只有一样东西必须要把它做好的，你这一行就没有白走，也可以走非常非常远，那就是态度。我的态度非常重要。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个性，你可以自己很多话，很3八，可以很搞笑，可以很静。把一来到一个 teamwork 的时候，你的态度要对。我也年轻过，我也大头过，我相信你也年轻过，而且现在你也算是起步的时候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最重要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有大头，因为有时大头不是自己要的，是自己无形中整个媒体、整个环境把你轰上来以后，你自然而然就觉得你是大头了。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失败，很容易你就会掉得很深。所以你要很小心处理这个东西，你的路可以走很远。这是我的看法。谢谢。我看轩婷又要眼眶，我是来这里眼眶泛红的。那这是我真心话，你要我讲话，这是我心里话。因为我们是导师的身份呢，哈，我跟汉伟跟明素都是导师的身份，我们都是这样子跟我们的学生讲的，因为总有一天呢，他们都会上位的，我们都会退下来的，那么新人就会上位。你退而已，我不会退。我还有很多路要走。以后你不退也得退啦，你会好不好？把我拉下水了。新的一批要上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总会到了一个定位啊，但态度要好，学习态度是要继续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经历比较多，你就要听我们的话。我们是跟你们分享，希望你们不会像我们以前要这样跌倒，我们可以扶你一把就扶你一把，希望你们不会莫名其妙的撞得头破血流。这是我们是小小的一些分享的。大家在现场有没有现在突然间想到一位是，在你这个行业当中真的帮过你的人？有啦，就我在主持的时候，就是本土天王李国华。他就帮了我蛮多的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感恩。就像我拍《男神不败》的时候，田财大哥跟汉伟大哥就教了我很多东西，所以我蛮谢谢汉伟大哥啦。那么多前辈，只有他我会比较没有礼貌。你都不能我教到他多么辛苦啊！我知道他有跟我讲，因为我真的把他当成是一个朋友，反而可以不用有礼貌，就变成朋友。所以有什么东西我都会问他，这里怎样注意？所以 COVID 的时候，我就要买多一点 mask 给他。我真的可以感受到，就是你们对新人的爱是真的很真切、很无私。我们看人的，不是每个人。人坏蛋的那种态度不好的，那就让他自生自灭。我觉得演艺圈就是这样，就像前辈教我们，如果他们不教，我们这个演艺圈真的是很残酷你就做你能自生自灭更好，哈哈，这部戏我一个人演。这个我深深感受到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演员，他们有一个很正规的一个班呢，一个演艺班给他们去上哈。可能一加入这个大家庭，就是开始演戏了。剧本丢给你，你就是真是要演戏了，你就要真的自生自灭了。很好啊，这就是他每天都在上课啊，真的。我倒是有自己看法，因为我是第8期演员训练班啊。所以我受益不少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跟我分享的。其实演戏，最终呢就是真听、真看、真思想。就到了现在我们基本是导师的身份，我就是这样子跟我的同学们、跟我的学生们分享。子炫刚才也提到，你以前也是演过这个越南新娘的这个角色，那时候也是非常受到关注。你现在看到 Chantel 这样子的情况，有没有想到你以前的时候？我觉得很不一样我觉得他演的比我好我那个时候演的时候，我幸运，因为我那个角色是有一点口吃的，所以就是大家记住我的那个点是我口吃，所以我就没有那个口条的问题。后来我看到他演的那个角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越南现在其实他们是有口条啊，他们是有口音的嘛。在接到我这个越南角色的时候，我有去看，我就有参考到他的那种。好像从乡下来的那种纯真，还有单纯。对，因为不能眼神里不可以透露你是一个 city girl 对吗？不是一个城市女孩。汉伟大哥，你是一个爱自我批判的人吗？你会不会喜欢翻看自己的作品？以前不会，现在不止翻看自己的，我还翻看别人的。你看什么？他们的戏我看完我都会 message 他们。我为什么要看他们？我想看一下到底现在年轻人怎么演戏。现在时代变成什么样子？为什么观众现在会看他们的戏？然后以前我们的戏为什么喜欢看跟不喜欢看，我都会去注意。然后我发现到我们必须要鞭笞自己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很习惯性的停留在自己最舒服的表演圈里面。
我曾经尝试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演绎他那个角色，我做不到。我做不到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做足我的功课，我不懂得越南话、越南华侨是怎么讲华语的。但是我听到的时候，我特别的舒服。然后我听到某些人在表演的时候，或者是其他人在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甚至我不久前还翻看我以前《阳光列车》方老师那个表演方式，我在那看到就会哇，我晕倒。现在在让年轻人，甚至闪跳他们来看我以前演方老师，他们觉得，咦，为什么这么不自在？不自然，重新给我再演过方老师，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的，因为我现在经历这么多事情，所以这些就是我翻看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让自己进步。我希望在每一个角色尽量了，做到没有陈汉伟的影子在里面，其实是很难的。所以他很小心，因为举个简单例子，他现在已经让大家深入民心他的那个表演方式。他如果在下一部戏或者下一部戏突然间有一点点那个芳草的影子，完蛋了。人家就觉得哎，他没有进步，以后他有部戏要是也叫哥哥的戏，他也很小心，他要换别的方式来叫哥哥。他不能在哥哥不能够的，因为人家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那哥哥这么像芳草的感觉？就换哎 bro， 哎 bro，what's up？ 哎，就没有方老师啊，就像方校长啊，下一部戏重拍啊，因为现在都很流行这种嘛。然后以前我真的讲过，我说应该找我跟陈丽萍，或者是以前演过老师的，现在都不是老师，他是校长，我是副校长，然后我们就做学生，哎呦，有点超龄，有点超龄。我也跟他一样，不只看自己，也看别人的。我就会特地等那个 roller 出来。为什么这个导演是这样处理这场戏？为什么这个演员这样演？为什么这个是这样子看？这是找麻烦的演员，不是找麻烦。但是你有收到毕仁姐的 message 过吗？来，哎，汉伟，你为什么这样演？这样他都讲我找麻烦的时候会找他的，我们两个比较不会哈，也不好意思讲他了。对，好不好就不敢讲了，就静静带过就好。没有，就是一定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而不只是演员。说如果我是导演。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如果你是观众，你想看到什么东西？我觉得这个比较难，因为通常我们是演员，我会第一次看，我会先看我自己的角色，我会先看我自己演的好不好，然后就会被影响，会被自己那个潜在一直批判自己的那个自己影响，就我演得很差，然后可能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去看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，哎，其实没有演得这么差了，其实比想象中好一点。可能观众的角度是不只是看你自己，然后看对手、看氛围、看音乐。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对自我的要求太高才会造成？对，会造成。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太多平台了，太多戏了，所以观众的口味也变大了。比如说我在演喜剧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把我的演法当成是观众 ，Do you expect 这个东西吗？很像我看一部戏，我就觉得他差不多要做这种事情，对，真的给我猜到，然后觉得就没有那个 surprise element，就变成我怎样去吸引你，再继续留在这个平台看那么好看的戏。好，明耀的手上还有2张，对吧？对，其实我可以问全部人嘛。好，说吧。拍这部戏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任何一件事你是不想再经历的？我确实有想到，有一部戏。我曾经穿着比基尼，然后在芭莎里面跑。在芭莎里面，你身材那么好，你有阴影吗？就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他们是不知道我们在拍戏。OK。所以他们是在没有心理准备之下，看到一群12个女生穿着比基尼，而且他们年代不是 one piece 嘞，是 two piece。我在拍那一部戏的时候，哇，我很尴尬哎。你那部戏《男神不败》，他很勤劳，因为我要整身不吃不喝练身，很好啊。我真的是要裸到完，感觉就是看到我的脚，然后这里可能他们会找一些东西遮，所以我一定要穿一条3角内裤，然后很多银灯啊、AP 啊是女生。至少不是卖鱼的安迪啊，卖水果的哥啊。然后我会觉得，就很有观众欣赏你。我也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真的很那个，然后那一条3角裤还是肉色，我这样没有穿，所以我就觉得，你觉得你难受，我觉得现场人才难受。讲到自己的话，我们拍的是这么辛苦，没事，快点拍，那些助导全部这些厕所吐你都不懂。没有那么糟啊！原来这是汉伟大哥不想再经历的一件事情。我知道拍那场戏，我从早上 roll 到晚的，他很勤劳。那么《卧虎藏鬼》呢？有没有一件事是你不想再经历的？这一部戏是我很想再经历过，虽然拍摄时间真的很长，但是很开心。然后出来了，我们觉得我对得起观众，这是做演员我啦，自豪，很自豪的一件事。未知道呢长寿剧
还想来一遍吗？不想再来一遍了。8个月，我在那边卡了8个月。在接之前呢，有一位姓陈的先生跟我讲，很容易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长寿剧的他是长寿剧的常客，1个礼拜最多跟你讲开3天、开4天，多容易赚啊！我说是吗？真的？好 ，OK。可能我也比较不幸运了，因为那个主景那个无双我还没找到哈，还没租到，然后刚好就是租到了我的家，我的那个大宅租到了。还有我的 office 租到，我就卡2个地方哦，就是拍我不是 office 家，不是 office 家，然后他们那个无双路人都不用开工了，结果他每天都shit累，你知道吗？每天给我开工，我说怎么搞的？为什么每天我开工的？那个时候是真的卡了半个月，但是我开心，因为我很喜欢那个角色啊。你给我再选择的话。我这个角色我自私，我不想让给别人演。我当初为什么要他演这个角色？因为我知道他的角色很好发挥。我说你千万不要浪费，我就担心他说等下顾孩子什么的就 miss 掉这个 chance，所以我一直骗他讲说很容易的3天内3天，结果骗到欠了。这是善意的谎言啊！不是，因为我们其实这部戏因为是长篇剧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剧本是边写边拍的嘛。因为接到的时候呢，3天后你就要拍这个，你傻掉了，你跟被车撞了，你醒来的这场戏。我看傻眼了，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监制，不行，我们不可以做这样敷衍塞责的东西，你一定要给我起码一个星期，让我去做我自己的功课。我真是1个礼拜闭门练功。总之也是值得就对了啦，我骗你来，但是你今天入围了吗？我也没有说不值得，不至于不想再经历对吗？别人经历。No, of course not。但是只是我觉得不是说再经历，不想再重复再演同样的东西，我想。再继续接不同的挑战的东西。这一题我当然想问一问年轻人的，好，就是我想问一下沈条的，有没有被黑粉攻击过？有吗？不是粉刺啊，黑粉的东西。OK 啊，然后跟分享一下你的那种，你会怎么解决？的确是有的，有对吗？而且我发现，其实网络上有些人真的很不善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他们就是 hide behind a fake account 呢，所以他们觉得来什么都可以说，什么都可以做。可是我通常如果在我的社交媒体上面看到这些黑粉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的 block， 还有 delete。可是如果我是在好像别人的平台看到的话，或者是如果 8 days 有一个 article， 然后他们就写不好的东西，还是什么 article 有写的话，我就会尽量不去看吧，因为我不想被影响到，也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就是不要看了也不要被影响到。不容易的这个。我常常会这样想的，这些人活着啊。你竟然花几分钟，甚至1、2个小时去写、去想要怎么攻击？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人现在在为自己的钱烦恼，为自己生病、癌症烦恼？你们为这些东西来做，我觉得没有意义。所以你只要想到这一点，其实对这些东西你根本不用去在乎。我们为自己生活嘛，我们好好的走这条路，我们对得起自己，没有白走这一趟。其实他们只是要找人聊天嘛。但是如果你写的话呢，是善意的，而且是真的是好的批评，出自于好心的，我们一定会听取，因为我们不是 perfect 的嘛。但是如果是讲到对方的父母亲骂粗话还是攻击性的，那我觉得根本不用浪费时间，我们活得比较精彩。真正听的是你家里最亲的人，因为最亲人讲的话是最真的。汉伟大哥，我完全同意。你要每次说听老婆的话会发达，就是每次听我老婆的妈妈啦、老婆啦、自己的男女朋友啦，这些都是最真心爱你的人，他们讲话是最真的。他们真正会批评你的时候，就是你可能真的有问题的时候。子炫，你觉得社交媒体对你的就是整体的功能发挥的是正面的吗？还是就可以让人家看到一些别人鲜少知道的另一面？我觉得这个也真的蛮重要的，而且可以有一个平台让自己为某些事情不公或者是某些事情平反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。我们以前的年代啊，要等宣传啊，要等爱周刊 8 days 才能够上封面。现在我们可以自己每天上封面，对，我们可以自己宣传自己，但是要正面的宣传是好的，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艺人，我们 deliver 的 message 还是要比较正面会比较好。社交媒体像双面刀这样，对啊，它可以帮你，也可以随时毁人。是，OK， 我还有一个就是，你还没问完的，对，你感觉你也是说很多了，你自己手上很多张是吗？对，我已经丢了。演艺这个行业是很残酷的嘛，很多人会批评你的表现跟演技，那压力很大。是什么动力让你继续从事演艺工作？我觉得是我家人，我家人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。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挫折，你会觉得 OK， 为了他们可以过一个很安逸的生活，再大的挫折你都会跨过去。
然后他们都会在背后默默支持我。对，很 supportive。人生当中你永远都是主角，所以没有分你年轻才可以做主角。就算你作为配角，你也可以做配角中的主角。对，还是可以儿童剧啊，7岁的也是主角。所以大家觉得在本地圈不会因为年龄受到角色的局限。我觉得最主要是你的造型能够 convince 那个角色，而且发现我们公司的那些老演员都像妖精，不会老的，对吗？然后就做得很漂亮。你看向云姐，我不是讲她妖精啊，我要向云姐，她保持多么好，她这年龄，陈大哥这么大年纪，他还是状况还是那么好，表演能力还是那么强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年龄次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。对，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可以像好莱坞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是演到很资深，你还是很想去欣赏他的演技。你们自己有这样子的期待吗？希望本地的剧种可以更多元。其实我的看法是有2种，我觉得从2个地方出发吧。第一个是从制作组从上头出发，他们的 direction 是什么东西？他的 direction 如果说 OK， 我要我的这个新加坡的本地的这个电视圈呢是百花齐放的，在写剧本的时候呢，他会觉得说 OK。可能这个剧本呢，我要写给一个30几岁的，就探讨一个30、40岁的男生女生的一个故事，他的那个内心世界。那么可能有些是叫青春1、2、3这种戏，那也有在国外也有说探讨一些可能70多岁才刚刚开始恋爱找到他另外一半，他另外一个春天也有，那就要看整个 direction 是什么。那么到接下来就是演员这一层，要一直去求进步、求突破，要起码就是 maintain 你的思想，你的整个 package， 你要怎么样去突破，不是突破别人，突破你自己，你要超越自己。我手上还有一道问题的啊，你的机会来了，狠问你想问的问题。那我问你吗？你问他。来，你想问哪个演员？其实我问宣婷。你看到的自己5到10年在哪里？很快乐，因为这是我的人生目标。我告诉我自己说，不管我做什么，我都希望我能够快乐，还有我身边的人都能够快乐。我觉得快乐是一种 like conscious effort to attain it。你的快乐的基本条件是什么？可能今年经历过一些东西，我觉得快乐是大家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。在节目结束之前呢，其实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希望大家诚实的回答 ，OK？ 你们觉得在4月24号把讲座抱回家的人应该是你吗？如果说，当然我希望其他人赢啊。BS OK，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奖了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也希望我自己得奖啊，但是不由得你选。很多时候都是有评审，他们以他们专业的眼光去评每一个人的作品。丽人姐呢？这毕竟是一场竞赛嘛。我觉得有机会，但是不止我一个人有机会。最近在社交媒体看到的，或者是同事们听到的一些评语了哈，身边人说的就是双簧，不是宣婷是我，但我自己倒是觉得是有机会啊，但是。给我感觉好像在吃月饼这样双簧，但是吃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哦。我们也有白莲蓉、白维秀，我们也有流沙包、流沙口味，我们也有陈皮口味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吃月饼的人他的口味，他喜欢什么口味。汉伟大哥呢？应该是你吗？我真的今年的心情真的不太一样。我真的希望看到新人站在这台上享有这份荣誉，因为我觉得 ，OK， 我的表演呢，我这个戏的表现呢是保持我的水准，但是其他4位呢，他们超出他们的水准，超出他们以前的水准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站在这台上享有这份荣誉。芷炫，不可以官方啊！我觉得应该是我，因为巨人姐都已经拿过3次了，宣婷都已经好喜欢了，这么年轻，她大把机会，很多机会可以拿，所以当然是我啊！而且如果我拿的话，就是不只是我破格，评判们也破格，因为就是很少喜剧的奖项会得奖，所以喜剧很难。宣婷，你觉得呢？如果可以得奖的话，我肯定会很开心了。谢谢。他比较可怜，因为他是大热门啊，他真的有压力，有一定的压力。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我不想抱着这样子的心态，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，最后会
伤得很深。汉伟大哥，尤其今年特别的压力大，还是主持人，说一下你现在准备到如何？哦，准备啊，还没有准备好。我现在就在这个台上，等一下你们走了，我会自己在那边练习。对啊，不过我常讲的啦，不管什么热门马、黑马、白马啦，会跑的就是一匹好马，我们加油！真的耶！谢谢今天所有的来宾，我们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红星大奖2022，一起肯定我们所有优秀的演员和创作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